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吧，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心理专家于继静老师，欢迎；涂磊老师，欢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老师的生活智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在一起已经6年了，他是我的初恋，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酸甜苦辣。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外地创业，我们总是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一直给我翻旧账，抱怨我。他做任何事情从来都不在意我的感受，他是一个遇事逃避、推脱、狡辩的人。从认识到现在，只要矛盾牵扯到第三方，我们永远都是零沟通，永远谈不到一起。我不知道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过不下去了。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让老师调解一下。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韩先生，31岁，来自河南个体电商；女嘉宾张女士，30岁，来自河南个体电商。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是打电话报名来的是吧？对。谈了6年的恋爱，对吧？对。从办喜酒到现在大概有4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没错吧15年年底办的。这4年据说有很多的恩恩怨怨和纠葛，是这样吗？中间出了很多矛盾。你们俩都是做电商，共同创业的创业伙伴吗？是的。谁为主谁为辅啊？我为主。创业的钱是谁拿的？就是我们2个刚认识的时候，我一直有做生意的想法。我一边上班，我一边做着网店。后来认识了他，他也有想做生意的想法，然后我们2个志同道合嘛，算是。对，然后志同道合。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还可以。今天你们想来，你们自己想说什么呀？我们2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也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就我们2个的时候，相处的还算可以吧。但是一牵扯到第三方，我们2个好像感情很脆弱。这所谓第三方指的是什么呀？异性和公婆。咋了？异性朋友很多，还是怎么了？不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有一个以前认识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就因为这样产生了矛盾。这给你打电话的是什么人啊？普通朋友。就为这事儿？不是，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这是你初恋？对，我比较介意，可能就是我说，如果说你给他就这样子联系的话，我是不会接受的。然后他也同意了。不是，后来还联系吗？我没见过他联系他，但是那个女生一直联系他。那个早就不联系了，就是我们刚认识没多久去浙江了，去浙江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直接跟他说我有女朋友了。后来他又打我，给他拉黑了。但是那个女生还说，我们感觉我们的关系。这事儿过去了吗？现在不是不联系了吗？现在过去了。那说他干啥呀？这个就是今天来我想说的问题，就是一件事过去了，过几天还提。行，翻旧账。就是因为这个，事隔了个把月，他爸、他妈还有他哥哥、姐姐，还有我妈、我姐都去了。刚坐在那里，我婆婆第1句话也不，第2句话就说，他儿子跟着我受苦了。其实，我们2个在一起之后，我以前很胖的，我以前140。
听没听他的呀？就买家具是买的他姐姐喜欢的。啊，所以实际上面，你觉得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过日子，你的日子被很多人支持着过，是吧？没按你的想法过，是这意思吗？对，不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在外地6年，1年回一次家，没有在家里2个月，甚至1个月都没有。这个矛盾不知道从哪里来，就是他说跟家里闹矛盾是吧？我说我们在外面也干了很多年，咱们买个房子过我们2个人的生活，但是他都不愿意，他每次不愿。就是去年年初让他妈妈来了之后，发生了一点小事，就是我们招工，然后公司是基建的，我老公问我工价是多少，我说你天天招人呢，你不知道工价多少吗？然后我婆婆就接一句，你就认命吧。当时说这句话我噎到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就这样子。当时我躺了3天没有吃饭。啊？就这事儿你躺了3天啊？你气啥呢？不就婆婆说了一句话，你对我儿子好点，别那么凶嘛？翻译回来是不是这意思？那你为什么就气了3天起不来床了呢？我委屈的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会走到我身上的问题。不是，把你那些你想象的事儿都扔了吧哈。现在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好不好？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如你老公所说，你们每年其实就是春节回家那么10天半个月？对。但是这10天和半个月你会过得非常不开心。是。不开心的原因是你总觉得他变了个人。因为父母在了，姐姐在了，他腰杆硬了，是吧？算是吧。好，1年365天，除去这20天，你们在义乌生活的那340多天，你们自己生活的开心吗？不牵扯到第3个人的话是可以。那你指的第3个人到底指的是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不是不在一起生活吗？怎么干预呢？340天。就是每年过年说的话。哦，等于说过年这10天半个月说的话，你会让它影响你1年，是这意思吗？如果遇到事情的话，你会想起来。我会刺痛我。行。你这340多天过得开心吗？不开心。不开心？为啥不开心？因为他什么事就是归结到我家人身上，因为我们在外地嘛，有点事他往我们家打电话。我有让你出面，但是你不出。这公公婆婆你觉得对你那么不好，你们俩吵架，你干嘛给他们打电话呀？我给他爸妈打电话，也就是因为刚刚说的那件事情，然后啥事儿？催生。你想要孩子吗？想，因为自从结婚之后，我头发都没有染过，我想要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哦。但是每天我要对着电脑，肯定对孩子不好。不是，那人家这个搞计算机的这些女性都不能生孩子了，你想要娃不？想要。有啥问题吗？因为有一次发生意外，对我伤害很大。当时我在医院里晕倒好多次，我老公都哭了。曾经意外怀孕是这意思吧？对，就是我们办彩礼怀孕了。啊。然后我给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每天这么忙，让婆婆来帮我们，就是帮忙做个饭干嘛的。我说。就在小孩出生之后，我说我可以一个人带，因为我是自由职业，就算再累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老公没有同意，然后不料2个多月后意外发生了。哦，这个事情就清楚了，因为意外怀孕加上流产，所以心里面有结。当时你觉得这个孩子没有了是跟婆婆有关系？我听这意思是吗？不完全是，这是我说我老公不理解我。我说你给咱妈说，让她来一段时间，过完危险期可以回去。啊。但是她不愿意开口，然后就没有开口。哦。后来就是每一年，就是因为我也想着要，所以去给她妈妈谈心，就是发生了那个不愉快。行。啊，这就要彩礼，又说我图她家的钱。这个事情就又说我欺负她一家人。行，好，我来问你啊。就是你们都那么期待要孩子，也想开开心心的生活，我觉得是每个人的内心的想法。就这6年来没有再考虑过吗？考虑过。为什么没做呢？因为我想让他平衡一下我和他妈妈、爸爸之间的关系。不是要平衡什么？就化解一下矛盾呀。在你的心里面解决这件问题的方式是，老公跟自己的父母去沟通，是吧？不是我们不想要孩子。
是这意思吗？对。你希望他沟通的是什么？因为那一次的事故，我在医院晕倒好多次，然后不是我很害怕嘛。所以他的结论是？结论是我就想是你被伤害了，还是你害怕再怀孕？两样都怕。哦，那做一些什么你就不害怕了呢？因为我们每天就比较忙，我想让他在我怀孕的这10个月帮帮我们。就是你在孕期的时候，希望帮着照顾你，是这意思吗？对。啊，也就是说，在你心里面，你现在没法怀孕，是因为公公婆婆，或者说最主要是婆婆没去照顾，是不是还是不是？不单纯是因为这些事情，我每天不开心。我也想让他来，关键是来他们两个就是说不来，一点小事闹矛盾嘛，就是这样。大概我们在这段情感当中会看到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跟所有的恋爱是一样的，叫热恋期。于是两个人就去了义乌，没错吧？嗯，是的。是吧？这个时候，女方有自己的店铺，对吧？挺能干的。男生既算合伙人，也算打工者。结了婚之后，发生了重大变故，没错吧？这个重大变故其实就是女生意外怀孕。结果满怀着期待做爸妈的时候，生活的想象是我怀孕了，我的公公婆婆一定会帮我，对不对？女生，我相信大多数女生都会这么想，怎么可能不帮嘛？而且在一个心底的想法是我在帮你家生孩子，对吧？结果恰恰没想到，不管是因为男朋友的窝囊，还是因为男朋友的家庭对这段情感本身的一些想法，就导致了婆婆当时没有去照顾，女生又意外的流产，是这样吗？这个时候心里面种下了一个种子，叫我的孩子，我所遭的罪，是因为你无能。是因为你的家人不关照我，所以才这样。于是后面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啊。从那之后，两个人之间有冲突有矛盾，这一闹就4年，是这意思吧？而在这个当中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对吧？男生想要，女生也想要，女生的公公婆婆也想要。一家人都想要这个孩子，但是没有人愿意为要这个孩子做出自己该做的努力。大家都是在抱怨曾经过去发生的那些事儿。我想你爸妈可能也有抱怨，是不是？要不然你爸不会说出那句话，把彩礼还给我们。他姐还说了一句话，这都不重要，姑娘，你不要老说那些细枝末节，你在那里面你会走不出来的。你已经用了4年时间，来为当初的那样一个。其实是挺让人伤心的结果，在买单，是不是还需要继续买单？你自己考虑啊。这个一会儿老师们会跟你说，我只是把事实梳理一下，就是为什么会这么闹成这样。所以在你的心里觉得是他们亏欠。这个男人在日常生活里对你怎么样？挺好的。既然在日常生活里对你也挺好的，而且你们每年回家不过是那么10几天而已。我跟他说过，我说我们2个之间发生矛盾，我可以看片。就是他给我表示呀，给我一个拥抱就可以了。但是遇到3人关系的时候，我希望他出面处理，要不然我没有依靠的感觉。你不是觉得他对你挺好的吗？但是一遇到外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日常生活没有人是绝户嘛，你不能要求人家没爹没妈嘛，没亲戚嘛，你也不能要求他没朋友嘛。我知道，我是说的意思是，遇到事情的时候需要他来出面处理。你就是找了这么一个懦弱的男人，他不会处理这些社会关系、亲戚关系，他不知道怎么办，还跟他过吗？其实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我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应该怎么办？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和分析，好不好？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痛苦的承受者还是痛苦的制造者？应该是承受者吧。其实是这样的，就生活决定它给不给我们苦难，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能不能感受到苦难。你感受到了苦难，而且你在制造一些苦难给自己感受。第二个，他们家里面所有的话都会让你很不舒服，然后呢，你会反反复复的会去想这些话，甚至于会跟他去讨论这些话，对吧？所以你更像什么？你更像是生活在你身上造成一个伤口。我们造成一个伤口之后，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止痛，拿那个绷带把它绑起来，等它痊愈。你不一样，你是怎么样？我经常扒一扒，
哎，快好了，我扒一扒。怎么又快痊愈了呢？我又扒一扒。皮肤快长好了，我再扒一扒。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变成这种痛苦的制造者？因为你长时间成为了一个叫情绪的垃圾站。你把所有的情绪都憋在自己心里面，没有地方去宣泄。这个时候你再找出口。你是我老公，你帮我去宣泄我的情绪，所以他让你去搞定你爹妈，他让你去搞定家里面人，他让你去让你妈来啊或怎么样，其实还真的不完全是真的想要看到你妈，或者想让他看，我想听到他的态度安慰我一下。有的时候真的是看到没有？这样子他并不是真的想要看到你妈看到你爸，他想要的是你的安慰，想要你去清理他内心的垃圾。结果呢，你又变成了新的往他心里面填装垃圾的人，你成为又一个去扒开他伤口的凶手。所以那么多年来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你的责任在这个地方，你应该去疏通他的时候，你没有去疏通他，你反而去堵塞了他。所以今天你们不管是在一起还是分手，我今天想要告诉你的事情，你感受到的苦难是远远大于生活给你的苦难的，而你感受到的苦难来自于自己对于情绪管理的失控。轻装上阵。我希望你今天走下台之后，不管你们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就这4个字：轻装上阵。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谢谢。我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站在你的角度会在想，我说你是不是有一点轻度的抑郁？但是我越听我说等，我没说完，你等一下，别着急啊。但是我越听越觉得，你完全是在没事儿找事儿，就俩字儿矫情，过于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委屈的人，觉得自己受尽了所有的生活的困苦，觉得这个世界对你特别不公平，并没有。你一上来就哭哭啼啼，一上来就哭哭啼啼，就婆婆一句话，你就觉得哎呦，这欺负你欺负到头上了。如果你一直活在这种自己觉得委屈的情绪当中，你永远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好自为之，谢谢。好，谢谢山大老师。一对情侣来到这个节目现场，其实作为一个心理老师我们这个职业的要求就是当你们在描述你们痛苦的时候，当你们描述你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努力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你们的感受，这是对我们这个职业最根本的要求。因为我首先要懂你。但是女士，今天有一点不好意思，就是当你在流眼泪很委屈的时候，我也在尝试去理解你的感受，但是我发现我进不去。我也留意一下现场今天这么多的观众，当你流眼泪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是笑的，好鲜明的对比。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有什么反馈？你口口声声说当有第三方卷入的时候，你们的矛盾就不可化解。我们来看看啊，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自己又做了些什么？第一，把原来的事情翻过来翻过去，反复的看，造成你今天的痛苦。还有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你给他的爸妈打电话，而且你也声称和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去，这不就是你主动再把第三方拉到这里来吗？你这些事情无外乎只有一个需求，你希望被关注。你是谁？为什么大家要关注你？你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今天其实你的目的很简单，我把我的事情让更多人知道，唯恐天下不乱，让他看看他们家人是怎么对我的，我是受了多少的委屈，他对我怎么都不好。但是今天你错了。前两位老师也表达出他的观点，那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们两个真有问题的话，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比例，90%的问题在你自己身上。你自己内心不清净，你看别人都是问题，说是非者都是是非人。如果你不能看到这个问题，你就不断的会活在痛苦里面。
这个你跟谁过日子不重要。说实话，我觉得男方是有问题，但是总的来讲，他对你还是不错的。就这么矫情的一个人，说实话，我要碰到这样的老婆，我真的头疼。他还能坚持到今天，真的已经不错了。我希望今天你能看到你的问题，这是你进步的，叫负责。第二叫自立，不管是谈恋爱还是未来婚姻当中，你们要学着自己解决问题，不要把别人拉进来。再说了，催个生啊，说两句话了，那是个事儿吗？那只能说你自己的处理能力有问题。那等有了孩子，还有很多事儿，你根本就处理不了。如果你今天还沿用这个状态，那我就劝男方，今天大大方方的说分手。好，谢谢于老师。经常向别人展示自己痛苦的人，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寄托于别人的理解，本身这种痛苦是没有价值，你也不会在痛苦当中成长，你只是一昧的在诉说而已。从上场起到现在，你多次的提到那3个字，就是第三方，他的父母是第三方，他的姐姐是第三方。后来你一直想到这儿来，我们也成为了你的第三方。你一方面很讨厌第三方来干涉你们的生活，一方面又特别希望第三方来做你的主。总结起来的话，你所需要的第三方是不是理解你的第三方？而所有不理解你的第三方，我都是讨厌的。包括今天这3位老师在一开始说的那些批评你的话，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可怜，你们居然不同情我？有这种感受吗？你可能内心会觉得，为什么你们都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你们都不能从我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无论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即便我们不理解，那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没有跟你在一起生活。包括他的父母，也只有1年，只有20多天跟你们在一起生活，他们根本不了解你们在浙江义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到底生活有多苦，到底创业有多难。所以他们一进门就说我的儿子受苦了，并不是埋怨你，即便埋怨你，那也只是个误会。你犯得着因为老两口的这2句误会话？这句话我没有给他父母没有发生过冲突。我知道，但是你不是自己说了吗？你刚刚上场就说了吗？你说他父母一进来就说儿子跟你受苦了吗？你对这件事情你还是耿耿于怀的吗？你觉得委屈吗？不是因为跟着我受苦，其实我对他挺好的，我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不是觉得这委屈吗？这有什么好委屈的呢？你们俩之间的幸福和痛苦，你们俩之间就知道就可以了，他心里清楚你对他好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他父母知道呢？而且还有一点，他父母不来替你照顾孩子又怎么样呢？他没有这样的义务嘛。所以你又何必为此而苦恼呢？当你已经感觉你所有的展示痛苦的行为得不到对方的理解，就不希望也不要别人走进你的生活，你就自己过自己的嘛。你就很清楚，我跟他在一起，他31，我30，创业这么多年，他就是一个没有多少主张的男人，很多事情就是得靠我做主。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那我就不祈求别人的理解，我自给自足，过好我们2个人的生活，或者将来3个人的生活。别人理不理解不重要，只要我身边的他理解我就够了。如果你觉得我这样过下去不成，那行，那我分手也可以。你为什么总是要把希望寄托于第三方呢？现在他们之所以跟你之间是仇人，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你和对方的生活是不相通的，你们没有生活在一起，光靠你们回去的那20多天或者打几个电话是解释不了的，你明白吗？所以仇不仇人这个问题是你制造出来的。你渴望把这些关系做好，但你又没有这样的能力去疏解，那你何必盲目的去打电话，闹得满城风雨呢？管好自己的那片天地，不要去管别人的是与非，你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活得落地一些，好吧，姑娘。就咱的日子咱自己过，想要孩子，咱踏踏实实的、开开心心的经营自己的日子。要孩子，想跟婆婆的关系好，咱就巴结她。其实不就1年15天吗？
你们俩把自己的问题先处理好，再说其他的事儿。日子过得不好就是自己。剩下的时间给你们吧，真情60秒。我给家里多沟通，咱们2个过自己的日子。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每次我也跟你说过，直白的告诉过你，你关心我的感受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你对我多好，我们可以一起吃苦，我不在意，但是我需要你关心我的感受。我们走到一起这么多年，你想想生活中我对你怎么样，对你们家人付出多少，你要想一下吧。好，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我们来看这一对嘉宾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啊！好不好啊？你们要想过就开开心心的，那个愁眉苦脸的可怎么过呀？还有我跟你说啊，如果那15天在家里过春节能够折磨你1年的话，你多想想这个瞬间拥抱的那个浪漫瞬间不也可以吗？生活别老要求那么完美，没有那么完美的嘛。谢谢2位，请回吧。了解下一个的基本情况吗？各位请看。他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但是他对未来非常没有规划。我经常提醒他该准备一下未来了，但他就觉得嫌我唠叨，说我烦，说我管得太多。是他想太多了，我是有自己想法的。现在他是对我不信任、不认可，还经常翻我手机，让我接受不了。平时我们沟通的就非常少，一吵架他就经常吼我，这样不顾我的感受。我现在压力真的挺大的。关于未来，我们有很多现实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却连当下都过不好。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去解释那么多。他这样也搞得我很累。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的话就应该互相信任。如果他继续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王先生22岁，来自云南学生，有请小王，有请。刘女士22岁，来自云南销售，有请小刘，有请。欢迎2位啊！看这个小片里面矛盾重重的啊，咱从哪儿开始说？那还是我来说吧。好。就前段时间吧，他的想法是想让我带他回家见父母。这个的话我得解释一下，就因为他平时就老说我未来就没有规划呀，然后就对我不放心啊。然后呢，我自己可能就有点想法。当时我就说，现在是吧，你父母也完全不知道我存在。我说带我回去见一下你父母。当时呢，他就反应特别大，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因为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嘛，我们家都是几个女儿嘛，我父母是想从我们女儿里面挑出一个来，就在家给他们养老送终，男方做上门女婿。这个我也知道，但就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我的意思就让他先和父母聊一下，然后知道我的存在，以后慢慢咱们一起努力嘛，是吧？就慢慢。那我也是想保护一下我们的感情嘛，因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工作毕业稳定了，感情也非常成熟的时候回家，那就是最好的状态，我父母也比较容易接受你嘛。啊，听起来女生好像对这个现实很在意。你在小片里提到了，就是她对未来是没有规划的，对吧？
因为我觉得他平时就工作比较懒散，所以我就觉得未来有点担心。他现在还在读书啊？我感觉我个人能力也没问题啊，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也做兼职什么的，平时生活费啊、学费都是自己挣的。哦，可能他就因为各种事情，然后就说我。说起兼职来，前段时间吧，那5·1休息嘛，结果呢，他就天天都来陪我，他就以陪我为借口不去工作，我就觉得就挺懒散不上心的。那5·1大家不都放假了吗？不就出去玩吗？但是他可以接到工作，他就没去接活动，没去接工作。那当时本来吧，我想着临近了接个价高一点的，后面也没有价高的活动，我就想，哎，反正那就不接了呗。那反正他休息就陪他去玩嘛，他最后玩的也挺开心的呀，是吧？就那5·1 3天。开心是开心，那还是有遗憾。如果你可以2天做活动，1天陪我，那刚好那2天你做活动，我也可以休息一下。我平时工作也比较累嘛。哪有你想的那么完美？那我陪你3天还不好吗？平时本来见面就是。这是女生觉得男生不够上进，是吧？后面呢，我们又就是去贴膜嘛，这都投资了将近1000块钱嘛，我只能陪他3天嘛，我就回去上班了。然后我回去上班，他就没有下文了，就直接没做了，我就觉得很无奈，我就觉得他的工作就特别不上心，我就觉得有点担心未来嘛。那都买来了，也什么都没做成。那这个事儿我当时。摆地摊这个事儿也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呀，也说明我有想法是吧？他刚好那3天休息，然后他就来陪我一起去。哎，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还有点生意是吧？一天还能挣个200、300这个样子。后面第4天他回去上班了嘛，第4天我一个人去，然后呢就没生意，我一个人坐在那也无聊是吧？然后我说哎呀，反正也没亏钱，不干了就没赔是吧？啊，对啊，没赔啊。没赔不就挺好了吗？就当个社会实践嘛。那也没赚钱，而且他还当着顾客的面吼我。我当时怎么是吼你？我当时那种，他不是有个顾客来贴膜，我说，哎，就他先贴1面嘛，我的意思是贴1面，然后循序渐进的让他再贴2面这个样子是吧？然后呢，就给他价格优惠点，让他一个心里容易接受。结果他一来就给顾客说贴2面，那我当时说，哎，你别说让我来说，他就觉得我是吼他。对，然后你们争吵完了之后做了什么？后面就下雨了嘛，也就没摆了，他自己心情也不好，然后就去吃饭了。吃饭呢，他自己也是闷闷不乐的，就一直在那，我也哄不好，是吧？刚好我妈打电话，我就说，哎，那他自己心情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哄，然后就说让他给我妈抱怨一下，是吧？我妈就想着2个小孩闹脾气，就也没放在心上，结果他就因为这事说我妈不站在他边上了，就生气了，甩手下着大雨就走了。最主要的是，我就觉得你妈都不会站在我的角度考虑一下，都没有帮我一点嘛。那你希望他妈干嘛？把这臭小子骂一顿，安慰我一下嘛。哦，你们俩的这个感情在那个事件之后受到影响了吗？冷战了一段时间，就冷战过程中他也不来哄我。那你觉得你做这事对吗？你看你走了，我本来还生气呢，下着大雨，你一个人把我扔在那，结果你走了，好，还把我删了。后面我发个消息过去感叹号，我还想着这莫名其妙的，当时我自己也很难受啊。你觉得对吗？不是你们俩冷战了多久啊？1星期呢。后来怎么复合的呢？那还不是我给他台阶下。后面还不是我去哄他，你哄还不是因为我主动发短信给你哦，你可能才想起来还有短信这个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啊，他们现在这个谈恋爱谈挺有意思的，就吵架的一个标志就是拉黑，你知道吗？啊，你老说我不靠谱，说我工作怎么着，你想想，你去我家做那些事儿，我带着你去我家，你结果睡到12点，叫你起来吃饭，你也不起来，你都这种表现，到底还想不想要我们有个好的未来？我平时工作就很累，你知道吗？难得和你在一起一次，我还可以睡个懒觉，我就睡了吧。你就睡吧，你也不考虑一下场合。那在我家是吧？那中午12点了就叫他吃饭，结果他就睡觉，叫也叫不起来。结果后面我妹妹还说，哎，怎么有这么懒的小姑娘？因为我妹妹自己在家里平时家务都是她做嘛，可能在她的潜意识里面，就女孩子都比较勤快这样子。当时我都特别无语，特尴尬，你知道吗？那你也可以维护一下我，你就是说一句我工作累了怎么？你那种情况下让我怎么维护？我自己就这么说一句怎么了嘛？哎，就算你工作累是吧？你平时忙，咱俩见面时间少，你也就算这事儿是吧？对，就睡觉这点事儿不说了，我们听懂了啊。对啊，现在是男生反吐槽，女生其实也不重视他们俩的情感，去他们家以后要睡懒觉。除了这个女生，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呀？她就平时嘛，每次见面然后就翻我手机，对我就特别不相信那种。为啥这样，姑娘？那不看还好呢，你知道吗？主持人，我看出多少事情来了。哦，有炸弹哈。对呀，看着吧，我就是看到他那个前女友的照片了。不是前女友吗？这什么大炸弹呢？分了都分了吧，照片还舍不得删。照片其实我得解释一下，就其实相册啊那些 QQ 啊那些我都删完了，是吧？可能现在手机有自动备份那个功能，然后那个网盘里面不是
就有嘛。他可能从我手机百度网盘里面，然后就看了，然后就用我的微信，然后发到他微信上面，后面就一直没完没了的就看。不是你发这个玩意儿不给自己添堵吗？你怎么想的呀？就很烦，我就想问他。你生活特百无聊赖的时候，就把他和他前女友的照片拿出来一看，然后觉得生活有了动力了，是吧？战斗。没有，然后又过了2天，就是最多也就3天吧。然后我又看他手机，又看到了他跟别人的聊天记录，就是宝贝了，亲爱的了，早点睡，么么哒。就这个聊天记录，就这个聊天记录，我得解释一下，好吧？就因为是我也哪个是你啊？就白的是你，蓝的是你。蓝的是我嘛，就啊，蓝的是我。完了之后呢，我也爱你了，快点去。好，我去睡了，快睡吧。就这个事儿，我得解释一下，好吧？这咋解释呀？他是我一好哥们，然后就平时开玩笑。哥们儿。对，男生哥们之间就随便开点玩笑，其实也没啥。他这样给我发嘛，我就顺着他这样回他一句，就开个玩笑。后面他自己也查了，是吧？确实是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还和我们一起吃过饭。那主持人你知道吗？现在他倒是在现场都解释了，当时他直接不跟我解释了。当时我又截屏了，截屏到我手机上，我就问他这怎么回事，然后呢他也不理我。当时的时候我没想着就他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因为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他是个？我没想着他会想那么深，因为我潜意识里面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我跟他在一起我不可能跟别的女生这样子。就没什么啊？啊，对，没什么，真没什么。行吧。这个含含糊糊的解释了一下，又算过了吧？然后第3件事我才真的是。还有雷的啊？对呀，我就感觉我第3件事彻底被绿了啊！又过了几天，我又看他手机吧，然后我就看他第3次了。有截屏没？这个没有截屏。我还想看呢，来啊！因为第3件事，我又看到 QQ 他去接别的女生啊，大半夜的，我让他来接我，虽然说不是在同一天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让他来接我，他不来接我，他要去接别的女生。不，咱把这事儿分开说，就是在第1天你让他接你，他没接，对吧？在第2天或者第3天的时候，同样是晚上，他就接了别的女生，是这意思吗？对，你不能把它连起来说啊。开车去接的别的女生。还开车去啊？对呀。这个事儿是吧？就当时的时候他。不是你哪来的车？你先告诉我。就我朋友的嘛，然后。你开你朋友的车？对，因为接别的女生。就我朋友也在学校嘛，然后朋友的车，然后呢就开了，然后因为平时也经常开嘛，就钥匙我也有这个样子。因为我自己当时也没事儿，那个女生呢学习嘛，平时也帮助我挺多的，好歹也欠人家个人情这个样子，就去接了一下她，并且也不是同一天呀，是吧？那要是在同一天，你接她不接我，那我们俩肯定那我肯定去接你啊，是吧？我平时对你怎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要是在同一天，那就更不得了了。但是我就想着。当时的话，他还是不跟我解释主持人的嘛，这就是不沟通的原因。不跟我解释。那么主持人就因为这事儿，后面就我也是开车去帮他搬家，就在高速路上，然后他在那一直问我，那高速路上多危险呀，就在那高速路上和我吵。现在他就是完全不相信我，就不仅不相信我们之间感情，就对我这个人也不认可，就觉得我人品有问题。我当时我清楚的记得，我也说了一句，我说你在开车，我不跟你吵。然后你又说一句，我也说一句，然后就吵起来吧。他现在的解释你相信吗？当时都没有解释的，就是现在给的你一套说辞和解释，你信吗？差不多算信吧。就因为当时的时候，当时他情绪特别那种嘛，情绪就特别不行了，然后就特别难，就我感觉特别愤怒，然后我也懒得给他讲那种。他现在就是管我管得太多，然后就要管我以后工作了怎么着的，就觉得我应该出去各种兼职了怎么着，然后平时呢就不相信我，对我这个人。也不认可，就觉得我人品有问题还是怎么，我真搞不懂他现在到底是怎么个想法。我来问问啊，女生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我想她的未来里面有什么计划可以和我好好沟通一下。说说你对未来的想法。就我未来的话，就我想着嘛，以后肯定毕业了，因为现在也还在学校，毕业了就找个工作嘛，那稳定一点的话，肯定就结婚啊，然后跟谁结婚？就跟他呗。跟他在哪儿结婚？那这个事儿的话得慢慢商量，因为现在。人家要求上门，你上不上门？就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他要求结婚之后，物质生活还相对的有一些物质的基础，这你能做到吗？我觉得这个我的能力完全没问题啊，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学校，我觉得我已经很优秀了。行，但是那女生一点都不相信，是这意思吧？哎，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资料上说你22岁，对不对？对。你那么着急吗？然后。他又对这个男生未来的发展又不抱有那么大的期望，但是他同时又想要有一个有一点实力的男朋友，那你就活得会很累啊，姑娘。那没办法，因为得好好。那你把他换了好了嘛？那好不容易。你看那个男生一看手机，1个雷、2个雷、3个雷，连续炸，对吧？
那女的炸完，男的炸，男的炸完前女友炸，反正就各种炸，炸的你都不行了，然后你还要好，你又看不上他。我对他也挺好的呀，其实。就虽然说平时也是有一些矛盾，但是他对我也真的挺好的，挺照顾我。好吧，你来干啥？我就希望他能够多理解我一点，然后理解你啥？不要有事没事总想那么多，就怀疑我，怀疑这怀疑那的。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你了。要相信我嘛，就不管是我这人品是吧，还是我的能力，还有啥？他都应该相信我，能力啊这种，他都应该相信我。啊，就是无条件的相信你，信任你呗，给你自由，是这意思吗？也不是说非得那种，但是他现在就我感觉彻底不相信我。行，这个其实是最难解决的。这个完全是两个人自己在内心里面的一种对抗。女生其实不是在跟男生较量，是在跟自己内心较量。扔了吧舍不得，不扔发现这个男生有那么多需要改造的地方。男生呢也是自我内心的一个焦虑，你怎么要求别人去信任你呢？就信任这件事一定是你给到的，而不是别人给你的。听懂我这话的意思了吗？就是你给到了他，他信任你就信任；你没有给到，你要求他信任太难了。所以你看，你们都是在跟自己那个内心戏做斗争。所以这段情感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让我们来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22岁是吧？对。你22岁是吧？啊，对。太早把对方当成夫妻看待了吗？你们把对方一下子就当成自己未来的丈夫、妻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丈夫和妻子希望是稳定的，对吗？你也要稳定，对吗？稳定了原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没有变化，或者是可控的变化。但是20来岁不就是正是一个最有变化的时候吗？你们在对方正要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爱上了对方，却要求对方稳定、可控、不变，怎么可能呢？你说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你未来的规划？他没规划，他怎么跟你沟通？我也没有指望他。再说你，其实你的规划都是短期的，你有没有发现？都是眼前的，你对未来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规划。请问你们两个人连自己将来成为什么人都不知道，却要求对方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什么人？你说荒唐不荒唐？我希望你们在这个正在发生改变的年纪，相互等待对方发生变化，然后等到变化发生之后，再彼此再观察一下。我们期待那个时候你们还是合适的，还是相配的那一对。那么这就是命运给你们最好的答案了。如果不是你变成了那样，你变成那样，那么也就过去了。这一段恋爱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一段最好的回忆。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来，山大老师，送3句话给你们：活在当下，丢掉对抗，放下执念。他现在还没正式步入社会呢，对吧？那变化太大了，他未来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你也一样。他对未来没有规划，然后你要求不行，你的未来必须得有我，那他得照着你这个模样规划一个未来，怎么可能？还有说你幼稚，说你成熟，其实你特别幼稚，你就是一孩子。为什么呀？你听听你刚才说那话。你妈不站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你一句，他妈凭什么站你这边啊？我在想他妈也稍微安慰我一下，反正凭什么安慰你呀？如果不是因为他儿子，他妈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认识你是老几呀？然后你到他们家，现在22岁的年龄，就到他们家能睡到中午12点，姑娘呀，咱长点心吧。你就算以后真的跟他结婚，你都嫁不进他们家这个家门，你让人家妈妈怎么看你呀？甭管昨天工作到多晚，这也是到了一个男朋友的家里，咱就算装或者表现也得稍微早起一点吧。你在他的家人面前不尊重他，不尊重他的家人，你觉得他能对你怎么上心？他凭什么不吼你？所以这些点点滴滴，不要再想那些未来有或者没有的事儿了，让自己慢下来。现在把自己的每一天过好，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在哪儿，好吗？好吧，谢谢。好，谢谢山大老师。来，涂老师，你说他老吼你，但其实在舞台上的表现看来，其实我觉得这男生对你脾气算是不错的。你们这就等同于什么呢？想谈谈不好，想分呢
又分不了。想谈，谈不好，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想分也分不了，是因为自己没有勇气离开。事实上，在你现在的这个择偶的标准过程当中，你的确是在为家里找一个男人，对吧？估计你父母也跟你谈过很多次，希望找一个老实本分的，最好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一个男人到家里来。但问题是，家里有一个男人进来支撑，和你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是两回事。你首先得自己喜欢，你首先得两个人的感情好，才有可能他为你的家庭去履行责任。你现在就把你家里的一些责任揽到他身上，希望他能够将来充当家庭当中的顶梁柱，为时过早。你按照这样的标准找，你是找不到的。你为什么不愿意去他家做上门女婿？因为我是家里面的老大嘛，然后我自己可能就观念也比较传统，我也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事。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先不谈婚论嫁，先磨合心性，先做好自己的事。这两件事情做好了之后，再去谈婚论嫁，好吗？好。行，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哎，你们俩小时候玩过过家家的游戏？过家家游戏一开始玩的是什么呀？是狼是狼。分配角色嘛，制定规则嘛，谁当爹谁当妈嘛，谁当哥谁当姐嘛，是不是？小时候其实过家家也好，捉迷藏也好，还是小朋友自发的游戏里面也好，有一样东西是最重要的，叫规则。谈恋爱其实有谈恋爱的规则，谈恋爱的规则特别的简单。谈恋爱的规则简单到什么程度？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喜欢到什么都想给你；你喜欢我，喜欢到我给你什么，哪怕西北风，你都愿意喝得那么开心。这就是恋爱的一个基本法则。现在别上来恋爱还没谈得怎么样呢，先把婚姻的这个事儿放起来。你们俩现在就这样，先开开心心的去谈恋爱。而且女生其实越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有一点你要记住，招上门女婿肯定不是你父母养老的保障。我的想法倒其实也挺开放的，但我父母想法，你不管他们的想法啊，其实你只要让他们感觉得到有人能给他们养老，能对他们好就够了。了解对方，享受爱情，然后再说未来，别那么累。好了，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就今天也听老师们说了那么多，然后我自己也想了一下，可能平时有时候很多事情我也没跟你讲清楚，我可能更希望你能，我不和你说你也能懂我，那种就心有灵犀的那种感觉吧。就以后我可能会改一下，但我也更希望你就能慢慢的懂我，然后相信我，并且要认可我这个人。我也觉得我们的未来能够走下去。去你家吧，我确实也做了先考虑，我之后也会改进的。我觉得如果你跟我好好沟通的话，我肯定也会相信你，相信你，我肯定也会信任你，我就不会担心我们的未来，那就我们就挺好的。但就现在吧，就很多东西我们可能也还没有考虑清楚，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能像老师说的一样，珍惜当下，好好享受，因为我们彼此还是有感情的，还是要考虑一下的。所以有时候你在想，童年的每一个游戏其实对成年之后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其实是在游戏当中学习了规则，认识了社会，认识了法则。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过家家，打完之后，有很多小朋友自己就把规则制定了，重新开始玩。有些小朋友就需要家长出来帮助调整角色，再开始玩。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做的是，我从此以后不再跟这个人玩，我找跟我合适的人去玩。我自己觉得恋爱的过家家更像那个最后的那个，就是当我发现不合适的时候，我不勉强大家在一起玩，而是我寻找那个更合适玩的人，至少认定或者叫认同我的规则。两位慢慢的去想一想。来，谢谢你们，请回。来，请关门。
来，让我们看看这对年轻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有网友提问说，我这是一段很无奈的婚姻，老婆呢过于敏感，爱小题大做。我接个女同事的电话就跟我吵架，还要闹离婚。我不跟她吵架，她就没完没了，一直说我不爱她了。每天这样草木皆兵，我真的没办法过下去了。看来啊，你们之间还是有心结没有打开。老婆为什么会这样怀疑你，并不是说今天才开始不信任，一定是心里的那个结儿没有想办法解开。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要真的知道他为什么如此不信任你，其实你们的婚姻的问题就可以找到症结了。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